3月28号，乌克兰总参谋长称，当日共击毁了俄军8架固定翼飞机、3架直升机、4架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。那么，俄罗斯为什么迟迟拿不下来乌克兰的制空权呢？今天就给各位老铁盘一盘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使用过的6款单兵防空导弹。Top 6 9K32 剑2便携式防空导弹。剑2是苏联第一代便携式肩射低空域地对空导弹。苏联在1960年开始研制剑2导弹时，曾经借鉴了美军的 FIM-43红眼导弹的技术，并且融入了苏联自己的开发成果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导致苏联历经8年才将这款导弹应用于部队当中。剑2配备了高爆弹头，使用目视机械瞄准和被动红外寻地的制导方式，有效射程在 0.8 到 3.6 公里之间，主要用于掩护前沿部队由单兵携带跟随步兵推进。采用追尾的方式攻击高速飞机，采用迎头打击的方式来攻击直升机。弹头爆炸时的冲击波和预制破片可以有效地打击敌方飞行目标。由于是第一代采用红外寻地制导的导弹，所以剑2在问世之后呢，便被许多国家生产和使用。苏联在1970年时，甚至在米24武装直升机上也安装了剑2导弹来打击敌方空中目标。虽然它的射程、速度、作战高度都很有限，并且只能在白天使用，但是可以迫使敌方飞机在剑2射程以外的空域飞行，增加了敌方飞机被雷达探测以及被其他防空武器击落的机会。苏制的剑2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、第4次中东战争、马岛战争和海湾战争。Top 5 9K34 剑3便携式防空导弹。剑3是一款苏联用于取代剑2的一款导弹。虽然剑2导弹在1967年被苏联大规模生产和实际部署，但是剑2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却有着命中率差、错误跟踪目标和无法从目标背后发射等不靠谱的缺点。为了解决这些缺点，剑3做出了重大的改进，作战范围达到了4公里，使用了一种全新的红外寻地制导战斗部，这保证了更好的寻找目标和追踪，并且将前行的弱点最小化。这款新型的制导器比早期的制导器相比呢，它不容易受到热诱饵弹的干扰。新型的制导器还加入了制导元件的冷却装置，可以经过改进带来的缺点，却是整体重量上的增加。这让剑3的运动性能对比原型剑2略有下降，但是针对敌方较为缓慢的低空飞机已经是绰绰有余了。Top 4 SA-18 针式防空导弹。SA-18 这款导弹同样是苏联军方开发的一款便携式防空导弹，不过和之前的剑2、剑3的区别呢，在于 SA-18 不是改良产品，而是全新的设计方案。它的目的是开发出比剑系列更为出色的新型便携防空导弹。苏联在重新研发时碰到的技术困难，也让研发时间延长了很多。终于在1978年上线了2个 SA-18 的研发专案，一个是全功能版本，另外一个是简化版。简化版只有简单的红外线追踪功能，类似于剑2、剑3。这也是希望简化版能比全功能版本更早的服役。全功能版本的 SA-18 在1983年进入苏军服役，与简化版本最大的不同是，可以对抗更多的反制导闪光弹和干扰丝，还装备了更为灵敏的追踪巡航感应器，射程略为增加，穿透力更强，在 5.2 公里的有效射程内拥有更高的瞬间速度。新型的火药可以使战斗部冲进目标内部后才产生爆炸。Top 3 闪电式便携式防空导弹。闪电式导弹是波兰雷霆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升级版，它的研发初衷是实现雷霆的更新换代，但是结果却让波兰得到了一种潜力明显较高的产品。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美国的 FIM-92毒刺导弹和俄罗斯的针式导弹。与这2款导弹相比呢，闪电属于更加现代化、数字化的武器了，可以采用可编程的制导方式，这让闪电在精度和探测范围上有了很高的一个提升。最大射程 6.5 公里，最大射高4公里，能够探测并瞄准小尺寸的目标，可以有效击毁低空飞行的飞机、直升机和无人机。闪电还有一个特点，它的保护系统可以防止未授权的人员使用它。这是因为每一枚闪电都是一个一次性使用的电子钥匙，并且电子钥匙无法激活其他导弹发射器，电子钥匙会在导弹使用后销毁。一枚闪电导弹的价格仅需 14.2 万美元左右，与美军2019年出售给台湾军方的单价为 85.4 万美元的 FIM-92H 型毒刺一对比，它的优势也就凸显出来了。
目前，闪电便携式防空导弹已经在波兰军队、美国陆军和乌克兰武装部队服役。在俄乌战争中，乌克兰使用闪电击落了一架俄罗斯的苏34战机，一名机组人员死亡，另外一名被俘。发射闪电导弹的士兵得到了一款手表作为奖励。Top 2 FIM-92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。毒刺的开发始于1967年，是美军对于 FIM-73红眼改进型的研究，被命名为红眼2。主要改进是使导弹具有全射角的红外制导能力。1971年，美国陆军选择了红眼2作为未来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发展方向，并且命名为 FIM-92毒刺。1981年，第一批生产的毒刺开始服役于美国陆军。虽然官方要求2人一组来操作毒刺，但是实际上单人也可以进行操作。FIM-92B 可以攻击 4.8 公里范围内和高度为 3.8千米的飞机。毒刺由2节小型固体火箭推进，最高速度可以达到 2.2 马赫。包括发射架在内，重 15.2 公斤，仅需要1人就可以轻松携带，可以在各种天气下对付固定翼飞机和直升飞机。毒刺优秀的性能让美军将其发配到了许多美军舰船上，作为点防御的手段。美国 CIA 曾经在阿富汗战争中给阿富汗游击队提供了500套毒刺防空导弹，用于攻击苏联。而这批毒刺也确实没有让美军失望，重创了苏联空军，收获了直升机杀手的名号。Top 1星光防空导弹。星光导弹有时也被译作星文，是英军研发制造的一款短距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。整个导弹系统由短程导弹和导弹控制系统组成。星光导弹包装在密封发射套管内，发射套管附加一个瞄准部件就可以发射。操作手用瞄准部件的光学稳定的瞄具跟踪目标，这使得瞄准部件可以计算出导弹击中目标的正确飞行轨迹。操纵手还可以把风向输入到瞄准部件中。当导弹发射之后，内部使用的2级火箭发动机将会将弹头加速到大约 3.5 马赫的高速状态，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短程便携式防空导弹。同时在接近目标后，导弹的主体会被分为3枚独立的攻击弹头，从而提高对目标的击中率。弹头在撞击目标时的延迟动作才会将引信触发，这使得弹头只有在进入目标内部后才能产生爆炸。弹头外壳采用预制钨合金破片，这也大大提高了杀伤效果。星光防空导弹从1997年开始在英国陆军服役。英国在俄乌战争中曾经紧急援助了100套星光导弹给乌克兰武装部队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。各位老铁们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